2017年5月5日，国产大型客机 C919在上海浦东机场起飞。这架飞机无论在气动外形还是机身材料方面，都是不折不扣的高科技，因此这2年也斩获不少航空公司订单。不过，关于 C919的血统却一直是个争议话题。有人认为 C919完全就是一个组装品牌，也有人认为它就是自主化国产。对此，小编专门去查了下供货商分布表，机头、机身、机尾以及机翼等材料均是来自我国成飞、沈飞以及西飞等，其他的关键部分都是来自国外企业，例如发动机、航电、飞控、起落架等。不过 C919依然是个国产化飞机，因为它的整体设计均是中国工程师完成，从最开始的图纸设计、气动外形、计算、实验，再到最后的制造，以及包括系统集成。为什么说中国拥有自主产权？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完全自主生产飞机各部位零件，包括大名鼎鼎的波音和空客。航空业的标准是，只要哪个国家能整体设计，那制造出来的飞机就具有自主化国产。不过 C919并不是没有缺陷，因为它的确采用了比同行更多的进口部件与材料，甚至连螺栓都不是国产的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为什么不能制造高端螺栓。螺栓是目前机械设备中应用最广泛的零部件，常用螺栓性能等级共分10种，其中高端螺栓占4种，也被称为高强度螺栓，一般用于军工、航空、航海等领域。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，每年都会生产并出口大量中低端螺栓，但高端螺栓基本都是依赖进口，而且进口螺栓价格是出口的4到10倍。以英国为例，我国从英国进口的螺栓单价为20718美元一吨，但出口到英国的中低端螺栓仅为1840美元一吨，单价相差10倍。这源于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掌握高端螺栓的技术，所以导致进口价格非常高。高端螺栓技术要求目前有4大特点：耐腐蚀、强度高、公差小以及拧紧扭矩一致。国产螺栓目前还有很大问题，首先是加工工艺不行，公差范围太大，高端螺栓的公差要求控制在0.01毫米级。其次是表面处理不到位，同样型号和规格的紧固件，甚至会出现没法通用替换的情况。以航空业为例，飞机在起飞降落时会产生剧烈震动，此外在高空中温差度达到近100摄氏度，同时还要伴随风霜、雪打以及气流影响。如果螺栓不合格，可能造成重大安全隐患。那高端螺栓在制造上到底存在哪些问题？这就得从它的制造工艺上说起。螺栓制造首先要从钢铁厂采购标准直径的钢材，然后进行拉拔处理，根据螺栓的不同型号与尺寸拉拔到不同直径。在这方面，中国目前没有什么问题。国内的宝钢、太钢集团可以提供优质的原材料。此外，拉拔模具与工艺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。接下来就是螺栓的冷蹲成型工序，这道工序需要用到冷蹲机，冷蹲机会把钢材按照螺栓长度打断，然后再经过几道工序打造成没有螺纹的螺栓。这些工序需要控制长度、直径等关键尺寸，误差需要控制在0.01毫米级，这就对冷蹲机提出了超高要求，不仅精度高，还要保持稳定。它就相当于螺栓的模具。然而国内目前的状况是基本可以国产，但性能要求达不到。目前高端冷蹲机基本被荷兰、美国、日本以及德国垄断，国内冷蹲机则基本垄断了中低端市场。第3道工序就是搓螺纹，会用到搓丝机，这也是关键工序，精度要求特别高。不过高端搓丝机基本也被欧美日垄断。还有热处理工序，热处理关系到螺栓的机械性能，所以温度控制要求非常高，也被国外垄断。最后就是螺栓表面处理，一般采用电镀，国内目前有一部分专业电镀厂商可以满足规范要求。以上4道工序中，中国目前只掌握了2种，其余2道工序是因为没有高精度设备。此外，中国其实有能力做出高精度螺栓，但无法进行批量化生产。我国军用领域的航母战机都是采用国产化螺栓，这是因为军用领域需求小，而传统机械行业产量高，螺栓需求也高，大批量生产的精度无法确定。
C919同样也能用国产化螺栓，但中国航空领域毕竟是起步阶段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所以干脆采用进口。中国工业起步较晚，与西方自然会有一定差距。此外，从高端螺栓进口反映的并不是中国标准件不能制造的问题，而是很多高端行业精密设备还掌握在西方手里，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弥补。当然，我国的高端螺栓制造还是需要引起重视，不能一直待在中低端行业里，要往高端领域迈进。